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？他们精通人情世故，嘴甜面善，人见人爱，遇到谁都是一副嘘寒问暖的样子。但这种没由来的亲切却让你觉得害怕，不敢和他深交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为他的棋子，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不成问题的问题》，于2016年上映。故事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许老板和童老板合伙开了一家农场。这里土壤肥沃，加之地处偏僻，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，所以农场是鸡鸭绕膝，瓜果成堆，一年四季的收成都非常好。按理来说，在这个物资奇缺的年代，农场就相当于一棵摇钱树，但最近半年却连连亏损。因为自打新主任丁务员来了后，工人几乎换成了他的三亲六戚，这竟是些帮闲抹嘴的懒汉，啥都不会干。他们从一开始工作8小时，自动改成了7小时，慢慢的又改成了6小时、5小时。等丁主任进城的时候，大家干脆停工打牌。股东徐老板虽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，但架不住丁主任特别会做人。每逢进城送货，他都投其所爱，给许太太带些新奇玩意儿。遇到许家小少爷过生日，他也出钱出力，一手包办。更重要的是，当时战乱导致物价飞涨，鸡蛋卖到了2块多，猪肉都要14块一斤，且斤两还不够，搭个猪肉卖蹄子比黑市还要黑。而丁主任天天都往徐老板家送鸡鸭鱼肉、瓜果蔬菜，几乎包下了他家所有的厨房开销。所以徐老板对农场的亏损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年之间又到了月底，农场的现金已是所剩无几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可丁主任仍微笑着，并不着急，嘴上挂着那句没事没事，不成问题。老谢，上次你说想给你出嫁的大闺女买个镯子做嫁妆是吧？哎，你看我们丁主任给你挑的这个镯子如何？成色很好的这个镯子。好像是丁主任选的，那我都买了嘛。好，好像他工资的1/3是吧？哎，对。哎呀，这个物价呀，飞涨啊，明年这个价钱肯定是买不到的。老张，这是你托丁主任买的洋剪。大铺子的东西，货真价实，10块钱。工人们托丁主任带翡翠肥皂，是想着以他的精明和见识，必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东西。可如今一算，价格却贵出了市面上的好几倍。奈何这是领导的热情带货，所以谁也不敢讨价还价，只能感激涕零，心中暗骂一声自己的臭嘴。一日，工人趁着丁主任去重庆送货的空档，全体停工搓麻将。不料丁主任却一个回马枪杀回来，大家手足无措之际，丁主任却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还笑眯眯地坐下来和大家一起玩。几圈下来，丁主任赢了不少钱，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赌技高或者运气好，而是因为他是领导。最后，丁主任通过热情带货和打成一片，名正言顺地把发出去的工资又收回来，以填补农场的账目窟窿。而工人们对此毫无怨言，反而还很怕丢掉这份工作，因为丁主任一是能容忍他们可以偷懒罢工，二是默许他们可以把农场的猪菜鸡蛋偷去卖。加减乘除下来，实际的收入并没有减少，干活还很轻松。就这样，丁主任靠着一身人情练达、八面玲珑的交际本事，既深得股东徐老板一家的喜爱，也笼络了下属。所以哪怕农场月月亏损，丁主任的乌纱帽也是越戴越稳。但千算万算，蛋糕就那么大，有人占了更多的便宜，就意味着有人要吃亏，这人就是股东童老板，所以他一直想方设法要把丁务员弄走。这天，农场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英俊小伙，叫秦妙斋。他自称是富家子弟，写诗、绘画、音乐、雕刻无所不通。这次他来到农场是希望租间房，成立一个真正的艺术团体，和其他才子在这里作诗制乐、写文章。你什么时候搬过来？现在就算搬进来了吧。但您也没怎么带行李啊。我没有行李，我只有一身的艺术。那你有租金吗？一谈到钱，秦妙斋便支支吾吾，只说他爹很快就会寄钱来。随着日渐相处，丁主任发现秦妙斋整日都是游手好闲，只会和工人一起打牌，输了还耍赖。
至于他吹嘘的那些才能本事，更是无人见过。另外，他还带着一帮猪朋狗友，天天来农场白吃白喝。期间，丁主任多次明提暗点提示秦妙斋交房租，但他爹的钱永远都是在路上。这天，童小姐和许太太一起到农场游赏乡野风光，丁主任一如既往的殷勤备至，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听闻童小姐擅长绘画后，他跟上秦妙斋这个全能艺术家前去作陪聊天。别看这秦妙斋没什么真才实学，但砍大山吹散牛却是无人能及。不出一上午，青春懵懂的童小姐就被他的花言巧语迷得神魂颠倒，一片芳心暗暗相许，甚至还要资助他开画展。丁主任的心里其实很清楚，秦妙斋就是一个来农场骗吃骗喝的市井无赖，但骗子有骗子的用处，只要他能搞定童小姐，丁主任就能利用这层关系讨好童小姐，减少童家对自己的不满。所以丁主任再也没有催促秦妙斋交房租，还和他称兄道弟，处成了莫逆之交。画展开幕之日，秦妙斋为了故意显现自己的欣赏水平，批评其中的一幅画是附庸风雅，无病呻吟，功底差。不想童小姐一听便气得扬长而去，原来这幅画就是他画的。后来随着深入了解，童小姐发现秦妙斋就是个虚有其表、满嘴狂言的空心菜，于是便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很快，童老板暗中指使宪兵，以汉奸的罪名抓走了秦妙斋的朋友。徐老板对此大为生气，责怪丁主任赔钱就算了，怎么还引狼入室，带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农场？所以他决定辞掉丁务员。经过童老板的推荐，农场换了一个叫尤大兴的海归博士来当主任。这个杨博士性格正直，一身的真才实学，办起事来也是雷厉风行。初来乍到的第一晚，他就修好了总是跳闸的线路，还抓获了几个偷鸡蛋的工人。当了解了农场的账目亏空和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后，他准备用一套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改革。首先，尤大兴树立公告栏，明确了工人的作息时间，并丈量土地，一一清点牛羊家禽的数量，就连鸡下了几个蛋也要登记在册。同时，他以身作则，带着工人们一起修桥铺路、栽花种树，还教工人们怎么嫁接果树，增加产出。管理方面，尤大兴奖惩分明，丝毫不讲情面。对于那些偷鸡摸狗、好吃懒做的害群之马，他不管是谁的亲戚表弟，都一律开除。同时答应大家，如果能勤奋工作，那么3个月后一定涨工资。至于秦妙斋那个蹭吃蹭喝的泼皮无赖，尤大兴直接下令让其滚蛋。经过尤大兴的整顿后，农场是蒸蒸日上，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但杨博士只知做事，不懂做人，更不晓得中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。自打他来了后，徐老板一家再也占不到农场的丝毫便宜，而工人们早就习惯了浑水摸鱼、混吃等死的日子，所以对新来的尤主任是满腹怨言。但对尤大兴最不满的就是3个人，一是丢了饭碗的丁务员，二就是失去立身之地的秦妙斋，三就是被开除的工人。为此，丁务员决定去重庆找徐老板求情。临走时，他还给秦妙斋留下了一句很艺术的话，说：“老弟啊，我走到哪里都能吃饭，问题是我不当这个主任，你就不能在这里住了。”这让秦妙斋意识到自己和丁主任是利益共同体，没有他就没有自己。随后，他怂恿那些被开除的工人去给尤夫人送鸡蛋，让她在丈夫面前吹吹风、说说情。尤夫人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，一直认为丈夫不近人情，得罪了太多人，所以便收下这些鸡蛋，希望能和工人们打成一片。万一丈夫将来再有不适，自己也好替他说说话。几天后，丁务员经过一番打点，徐老板答应让他回农场当个副主任，而秦妙斋趁势而为，一口咬定尤夫人偷鸡蛋，鼓动工人一起去打倒尤大兴。是他自己带头反对贪污和偷窃的，对吧？对的。可是他的老婆是这个农场的第一大汤饭，他偷了大家多少鸡蛋啊？大家可以去他的盆里数数啊。身为主任，竟然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偷我们的鸡蛋，大家说好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该死的尤大兴赶出农场，要不要得？打倒尤大兴，他辞掉了你们的工作，你们以后一家老小吃什么？没得吃的，没得吃的。对头，尤大兴滚出农场！滚出农场！面对全体工人的污蔑诽谤，尤大兴仍然坚持一个人工作，但愚昧无知的尤夫人却被吓得六神无主，急忙去找丁主任求情。他们真的会打他吗？是的。
我们一定想个绝好的办法。您的主意总是好的。咱们先不管谁好谁歹，谁是谁非，先把事情解决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啊，从今天开始呢，让尤先生把所有的事情交给我来做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呢，让他给童老爷写封信，就说他病了，农场的事情由我来代理。他最不愿意撒谎了。这不是说谎，这是权宜之计，完全是为尤先生好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由我来代理2个月之后呢，请他辞职，让他有头有脸的走，面子上会好看一些。他一定要辞职吗？是的。当然这2个月呢，你们可以住在这里，薪水照开。这2个月他可以从从容容的在外边找事情。你想啊，2个月60天，一个留洋的博士，找一份事情是不难的。尤大兴终于明白，自己就算留在这里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很多东西根本就不是2个人能够做到的。只有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往前走，才能碾压出新的时代来。一日清晨，尤大兴带着夫人悄然离开了农场，秦妙斋和工人们则是一片欢呼雀跃，纷纷举杯庆祝丁务员官复原职。席间，丁主任问起吴教授在江边码头失踪的案子。原来在2个月前，学校曾派秦妙斋护送吴教授上船，可才到岸边人就消失不见了。秦妙斋虽然嘴上说着这事跟自己没关系，但他的表情和笑容却不言而喻。而丁主任拿出一副深思与共的表情说道：“老弟不怕，就是有关系也没关系，老哥上面有人。”秦妙斋本想着自己作为农场的第一功臣，从此可以跟着丁主任吃香的喝辣的，但不料第2天他就因为涉嫌图财害命被宪兵当场逮捕了。也许人头落地之时，他才会明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，才会明白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丁主任的一颗棋一杆枪。不久后，丁主任腾笼换鸟，把秦妙斋的屋子又租给了上海的大户公子。这位单身的林先生出手阔绰，1万5的房租当场就交了。如此一来，丁主任既填补了农场的部分亏空，又有了一颗搞定童小姐的棋子。最终，农场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，人也依旧，水也依旧，就连尤大兴修的宽阔豪梁，也换回了原来晃晃悠悠的独木桥。虽然尤大兴当初嫁接的果树多结了3倍果实，但农场的亏空却是越来越大。但丁主任的嘴里依然还是挂着那句“没事没事，不成问题”，岂不知他就是那个不成问题的问题。这部电影虽然讲述的只是一座小小的农场，但细细品来却堪称中国式的职场教科书，更是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。在1948年，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叫差序格局的概念，意思就是中国因为历史上是一个农耕社会，人员不像今天这样到处流动，所以在村里在镇里就形成了一个一见面就喊得出来他家祖宗3代名字的熟人社会。在这样的传统乡村社会里，每个人就好像一颗丢在水面上的石子，以自己为中心，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关系。这个圈子就是你的3亲6戚街坊4邻，随着圈子越推越远，关系会越推越薄，越来越差。所以越熟的人越好办事，有了好买卖好资源也是先给最亲最熟的人。而你的波纹圈子会和其他人的波纹圈子相互叠加交融，正所谓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4大家族一样，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久而久之，这就形成了人情社会，干什么都要攀关系讲交情，而不是靠制度靠本事和聪明才智。所以20多岁的年轻人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忠告：要做事先做人。由此诞生了许多丁务员，一辈子都在研究怎么趋炎附势搞关系，怎么披着人情的外衣谋私利，怎么排除异己借刀杀人坐收渔翁之利，甚至还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厚黑学，代代相传，荼毒子孙。最后，这些精明圆滑的废材身居要位，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、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。而尤主任那种具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，往往由于只会做事不会做人，最终被排挤陷害，落得个不为世人所容的悲惨下场。而今天的现代化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渐的不再依靠人情世故，
就像我想吃个家乡的老火腿，不需要再给七大姑八大姨什么人情好处，求他们帮我买帮我带，而是上网明码标价真材实料的买一个，然后陌生的快递小哥会直接给我送到家。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渐渐地建立在了明确的契约规则上，所以在现代化社会中，丁主任会越来越少，尤主任会越来越多。